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近段时间以来，俄乌双方围绕乌东顿涅茨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展开激烈争夺战。乌克兰军队2月17号称已经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出。泽连斯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乌军此举是避免被俄军包围。而对于俄乌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晚上在慕安会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在乌克兰危机上，中国从未放弃劝和的努力，从未停下促谈的脚步。据俄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月17号凌晨，乌军新任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决定将乌军部队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出。这是乌克兰军队新任总司令瑟尔斯基上任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称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士兵的生命。在该地区指挥的乌克兰将军亚历山德烈·塔尔纳夫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由此避免了在这座城市附近被包围的情况。塔尔纳夫斯基还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该地区发动了20次空袭和150多次炮击。有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目前已经有部分俄军士兵进入了阿夫杰耶夫卡居民区，并且在阿夫杰耶夫卡的火车站附近插旗。不过，有美媒报道称，俄军在此轮攻势中亦遭受巨大损失。阿夫杰耶夫卡是乌东工业重镇，距离俄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市只有20公里左右，地处交通要道，对保障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防线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俄国防部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向俄总统普京汇报说，俄军已完全控制阿夫杰耶夫卡市，该市曾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重要防御枢纽。普京听取了绍伊古有关夺取阿夫杰耶夫卡的报告，并向俄军官兵表示祝贺。俄军目前正采取措施，继续肃清市内的乌军人员，并包围仍滞留在阿夫杰耶夫卡焦化厂中的乌军部队。在乌军撤出阿夫杰耶夫卡之前，俄乌军队爆发了激烈战斗。在2月11号至16号，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无人机对生产和维护乌军飞机发动机、无线电设备和弹药的军工企业、乌军装备所用的燃油、润滑油生产工厂以及乌克兰武装力量驻地等实施了30次集群打击。俄罗斯空天军和防空部队击落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2月11号至16号一周内，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消灭乌军约5550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于17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70次战斗。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49次进攻，其中27次在阿夫杰耶夫卡地区。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弹药库、雷达站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2门火炮。俄乌局势战况激烈，西方继续拱火，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6号发布声明称，在欧洲访问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声明称，这2份协议是在乌克兰和7国集团成员于2023年7月在维尔纽斯通过的联合声明框架内达成的。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有效期10年。乌克兰与德国和法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分别明确规定，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资金，法国则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最高达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乌军缺少武器是事实。Немає далекобійної зброї. У Росії є, а у нас її дуже мало. Ось вся правда. Тому наша головна зброя сьогодні наші воїни, люди, і ми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підтримку партнерів. 会议期间，泽连斯基还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举行了会面。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当面要求美国加大援助。哈里斯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北京时间17号晚7点1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安会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阐释中方主张，并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对于俄乌局势，王毅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都不会放弃这种努力，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加强沟通，推动局势尽快缓和。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深圳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之劲拓产业创新之路，奋力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1年来，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呈现新气象，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最好结果。高端医疗器械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近年来，在材料科学、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医疗器械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在迈瑞医疗深圳光明生产基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外诊断、医学影像等国产医疗器械陆续下线交付客户。创新环境永远是深圳是最好的，特别是对高科技的支持，政府确实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辛的，从资金、从用地、从政策、从环境，都给我们这个高科技企业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创新企业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全球市场含深度持续提升的同时，深圳还从基础研究方面着手，为创新发展方程寻找更优解法。光明科学城是透视深圳前沿科技发展的一扇窗。由先进院牵头建设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合成生物研究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去年陆续投入使用，并逐步成长为深圳原始创新的策源地。I see Shenzhen in general as very special. It is the place in China where the new ideas seem to come from. When you invest in a certain area, and you have good people, and you have good young people, have shown that they can develop and do novel things.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年来，深圳硬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华为高端手机重返市场，体外膜肺氧合仪、核磁共振设备实现国产化，2项创新成果入选中国10大科技进展。全社会研发投入1880.5亿元，增长11.8%，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5.81%。1年来，深圳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具竞争力，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连续2年实现全国城市双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41.9%，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15家，总量达2.47万家。1年来，深圳加快构建并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产业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94.9%，总量居全国第一。发力源头创新，新增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国际企业技术中心8家，中小式基地23个。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圳以科技创新之劲拓产业创新之路，为经济稳增长注入新动能，重塑新优势，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答卷。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经济持续恢复，回升向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6万亿元，增长6.0%，社销零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出口实现31连冠。面向未来，深圳市委7届8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鲜明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全方位打造创新之城。深圳“十四五”规划明确，到2025年力争实现 GDP 总量超4万亿元。坚定信心，开拓奋进，深圳将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提升相对这个全要生产率。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作为这个深圳的这个发展的重中之重吧。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双转型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第三个呢，我觉得对深圳来讲还是要就是优化和完善这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去年好像深圳的这个GDP 当中新兴这个战略性的产业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了，等于什么？深圳是蛮成功转型的，可能代表中国，代表一个世界的一个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城市。
岭南早春实干争先。在此次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首次举办产业科技融合发展成果展，涵盖了医疗器械、精密仪器、新材料、智能装备、现代农业等领域的硬科技核心产品。17号晚，全省与会代表陆续抵达深圳，不少与会嘉宾提前探营展会，感受科技融合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展会现场，不少新发的黑科技汽车吸引参展商和参会代表的注意。在展厅里，我们还发现了这一款去年年底刚刚上市的华为问界 M9 汽车。这款车呢，也被外界视为含华量最高的一款车，因为它里面呢有鸿蒙系统以及多款华为自主研发的车载智能平台。这个车我首次看到的是在春晚上面，然后今天看到这个车，觉得它的科技感非常强。然后整个的设计，它的外观也都非常吸引我，我觉得这是国产车的骄傲。在产业科技融合发展成果展上，广东省21个城市带着硬科技亮相着新春第一会。走进会场呢，在我身旁的这架飞机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这是一款双人智能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的外观呢呈现出水滴状的造型，十分的科幻，而且还兼顾着高效率的空气动力学。最大的设计的飞行高度呢是1000米，飞行时速是每小时130公里。展会也给政府、企业界和科教界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和探讨合作的平台。都看到很多那种黑科技，很多黑科技确实让我这个感受到强大的这种震撼。比方说，刚才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叫无空气轮胎。新的一年，对于我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有方向上的指引和引领，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如何展开？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有一些明确的指引。春节假期，全国上下洋溢着喜气洋洋、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广东春节假期的日均消费规模位居全国省份第一，深圳景区和商圈的气氛也格外热闹。今年春运期间，深圳机场单日客流量实现了相继突破19万人次、20万人次大关的2连跳。为迎接返程客流高峰，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以市场为导向分配运力。2月13至17日，南航在深圳地区日均进港航班量达160班次，其中2月15至17日。客座率已达97%。铁路方面，正月初1至初7，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338.1万人次，同比增长45%，其中发送旅客同比增长90.9%，到达旅客同比增长23.3%。高速方面，17号下午，惠深沿海高速西行返深车流明显增多。交警部门介绍，目前全市交通总体平稳顺畅。据研判，易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基河高速龙岗河澳路段、广深高速机场路段。中午从江西景德镇这边过来的，到深圳之后就不怎么堵了。春节假期以来，黄岗福田口岸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统计，从除夕至大年初7，经黄岗福田2个口岸出入境人员近150万人次，其中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逾119万人次。明天上班回北京，交通比较方便，换乘比较友好。我期待就是，无论是香港还是我们内地，经济这个发展。这个龙腾虎跃，我就会打算去东莞那边，所以我直接扒个车过去那边就方便了。这个口岸。龙年春节，深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旅游市场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据第三方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深圳生活服务日均消费规模同比增长37%，消费规模居全国城市第6。来深过大年，带旺旅游市场，深圳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11%，吸金纳客创同期新高。新春佳节，家庭聚餐、好友聚会成为堂食消费主力。深圳各家餐厅烟火升腾，人气爆棚。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深圳地区多人堂食套餐订单量同比增长270%。
春节生意会好很多，特别是在一些聚餐啊这种多人套餐会比较多，标单比较大。消费信心不断增强，带动消费潜力快速释放。美团发布的2024春节吃喝玩乐消费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深圳生活服务日均消费规模同比增长37%，消费规模居全国城市第6，南山区、福田区、龙岗区位居全市消费规模前3。促消费的、刺激经济的活动也起了非常好的效果，消费市场也不断的恢复不断的繁荣我们看到很多业态起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拉动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深圳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支持。今年春节期间，深圳各大景区客流如织。数据显示，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民俗村、深圳野生动物园成为排行前3的热门景区。今年春节公园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高峰值出现在年初2，当日接待了游客达到10万人次，客流量较去年相比增长了200%以上，本地游客与外地游客各占一半。美团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深圳住宿、景区等文旅消费规模同比增长超过78%，外地游客的入住也带动了酒店、餐饮和周边文旅活动的消费。我们是从云南来的，挺好的。第一个就是深圳，我觉得街道很干净，然后就是这次入住的这个酒店服务态度也非常好，然后大家玩的都很开心。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深圳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近2倍。入境游主要客源地前5为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和英国。从携程数据来看，今年春节这个深圳的旅游市场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位列这个入境游的目的地的前4。